80岁的陈奶奶身体硬朗，每天还能爬6层楼梯不带喘。她的手臂肌肉线条甚至让公园里60岁的邻居都感到汗颜。但她坚持了20年的一个习惯，却让台大医院的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这个习惯到底是什么呢？别急，今天我要跟你说的这3个降血糖秘诀，医生通常不会主动告诉你，原因很现实。第2个秘诀，你家厨房里一定有，但它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一辈子。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被血糖问题困扰，那么今天这篇文章你一定要认真听到最后，因为关键在于你可能一直都用错了方法。先讲陈奶奶的故事。3年前她来医院做例行体检，空腹血糖控制在 5.6 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是 5.7%。当时接诊的内分泌科医生看到报告直接愣住了，他反复确认了3遍，然后问陈奶奶：阿嬷，你这血糖比很多30年的人还要标准，你到底吃了什么？陈奶奶笑呵呵地说：我没吃什么特别的，就是我每天早上会喝一杯东西。医生追问是什么，陈奶奶却说：这个不能说，说了你会笑我。但秘密终究被发现了，而真相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为什么陈奶奶要把一个看似普通的习惯保密这么久呢？因为她怕别人说她老糊涂。那个每天早上被她当成宝贝的东西，竟然是冰箱里最廉价、最不起眼的一样食材。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等会第1个秘诀里我会完整告诉你。我们先来揭开第1个，医生不会告诉你的降血糖秘诀。这个秘诀跟我们都爱吃的主食有关。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天天吃白米饭、白馒头的人，血糖控制得非常好，反而那些小心翼翼地吃杂粮、吃粗粮的人，血糖却高高在上。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一个被医学界研究了整整40年的真相。198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大卫·詹金斯教授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叫做升糖指数。这个概念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不同的食物进入我们体内之后，对血糖升高的速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是他没有考虑我们到底吃了多少量。你可能会问，量大和量小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比如西瓜的升糖指数是72，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但你要吃进去200克西瓜才能让血糖升高。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吃了半个西瓜，血糖就飙升到16呢？关键就在这里。后来哈佛大学在1997年升级了这个理论，提出了升糖负荷的概念。升糖负荷等于升糖指数乘以碳水量再除以100。这个数值小于10算是低，10到20之间算是中，大于20算是高。我现在问你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你知道一碗普通白米饭的升糖负荷是多少吗？答案是大约30，属于高。那个你看不上的普通白米饭才是让血糖失控的元凶。所以医生的核心秘密其实就是一句话，控制血糖的关键不是不吃什么，而是怎么吃。第1招叫改变进食顺序。这个方法已经在日本的医学界被验证了整整15年。2005年，日本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项非常经典的实验，他们让2型糖尿病患者在吃饭的时候先吃蔬菜，先吃肉，最后再吃米饭和面条。结果奇迹发生了，仅仅靠着改变进食顺序，这些患者的餐后血糖平均下降了 23%。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蔬菜和肉类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会在肠道里形成一道物理屏障，就像在路面上设置了许多减速带，让后面进来的碳水化合物吸收速度大大减慢，血糖也就不会像直升飞机一样直线起飞了。但是这个方法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奥妙，当你先吃蔬菜和肉的时候，你的胰脏会提前收到一个信号，它会预先分泌一些胰岛素，等血糖真正上来的时候，胰岛素已经严阵以待了。
这叫胰高糖素样态1的提前释放，是人体内一个非常精妙的调节机制。也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减少饭量，你只需要换一个吃的顺序，血糖就能自然而然地平稳下来。是不是简单到让人不敢相信？但这就是科学。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你1日3餐都这么做，你的空腹血糖在3个月之内可以降低多少？答案是 15% 到 20%。 这对于那些正在被空腹血糖偏高困扰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而且这个方法不仅仅在日本被验证了，北京协和医院在国内也做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同样让人惊喜。一项针对120名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对照实验显示，仅只是调整进食顺序，坚持6个月以后，实验组的糖化血红蛋白平均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一批患者的并发症风险，包括视网膜病变、肾病、中风等等，降低了 20% 到 30%。 这不是在跟你开玩笑，这是真真实实的临床证据。好了，我知道现在坐在屏幕前的你，心里一定在犯嘀咕了。你说的这么好，为什么我的医生从来没跟我说过？你是不是也在想这个问题？原因其实很现实，因为医生每天要看100多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只有3分钟的时间。这3分钟里，他要问你的病史，要给你开检查单，要给你调整药物，哪里还有时间去教你如何吃饭呢？而且更关键的一点是，这种生活方式干预的效果是慢慢体现的，需要3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到明显变化。医生们更习惯开药，因为药物起效快，能马上看到化验单上的数字变化。这不是说让医生们不负责，而是医疗系统本身的客观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说完第一个秘诀，我们继续往下看。刚才我埋了一个伏笔，说到陈奶奶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东西，现在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她喝的是什么呢？答案可能会让你瞪大眼睛，她喝的竟然是蒸南瓜的汤汁。对，你没有听错，就是蒸南瓜剩下的那个水。为什么这个看似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水能帮助控制血糖呢？这就要从南瓜里面一个叫做南瓜多糖的成分说起。中国农业大学的学者们在08年发表过一篇论文，明确指出南瓜多糖可以显著改善胰岛素抵抗，并且还能促进胰岛壁细胞的修复。通俗点来说，胰岛素抵抗就好像是你家的大门锁生锈了，钥匙插不进去，而南瓜多糖就是那个润滑油，它能让钥匙很容易地转动，把门打开，让血糖顺利进入到细胞里，而不是在血管里到处乱跑。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南瓜汤汁真是宝贝？先别急，我接下来要讲的转折可能会让你吓一跳。虽然南瓜多糖有很多好处，但南瓜本身其实是个升糖炸弹。你可能不知道，100克南瓜的升糖指数高达75，比很多常见的甜食都要高。也就是说，如果你直接大口大口地吃南瓜肉，你的血糖反而会变得不稳定。但为什么陈奶奶喝了南瓜汤汁反而没事呢？这就是膳食纤维的力量。你想想看，当我们把南瓜切块，然后放到锅里蒸的时候，南瓜里一部分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和南瓜多糖会溶解到水里，但南瓜本身的淀粉却留在块状肉里没有出来，所以你喝下去的其实是浓缩的营养精华，而不容易消耗的那些淀粉被你巧妙地避开了。这就是古人讲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个秘密还有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分支，陈奶奶并不是只喝南瓜汤的，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在南瓜汤里面加入1小勺的肉桂粉。为什么要加肉桂粉呢？因为肉桂里面有一种叫做甲羟叉二酮的多酚物质，它能够直接激活胰岛素受体，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变得更高。美国农业部的人类营养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让40名2型糖尿病患者
每天吃1克肉桂粉，持续40天。结果发现这些患者的空腹血糖平均下降了 18%。请注意，这只是肉桂粉一个单独的成分所起的作用。当时这个实验的结果在美国营养学杂志上发表时，引起了整个医学界的震动。因为肉桂实在太常见了，谁家厨房里没有呢？如果你的好奇心已经被完全点燃了，你现在最想知道的可能是，既然南瓜汤加肉桂粉这么好，我回去照做不就行了？且慢，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这里面有一个坑，很多人都会踩进去。因为南瓜汤里的南瓜多糖虽然有好处，但如果你本身胃酸过多或者有胃溃疡的问题，那么喝太多的南瓜汤反而会刺激你的胃黏膜。而且肉桂虽然好，但如果用量过大，每天超过6克，就可能对肝脏造成损害，甚至引起凝血功能障碍。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个度。陈奶奶喝南瓜汤已经喝了20年，但她每天只喝1小碗，大约200毫升，而且她选的南瓜也是有讲究的。她不去买那种很甜很糯的日本南瓜，而是挑那种口感比较清淡、水分比较多的台湾本地南瓜。为什么呢？因为越甜的南瓜里面的糖分越多，对血糖的影响就越大。这就是经验，是她在20年里慢慢摸索出来的。好了，现在你学会了第一个秘诀和第二个秘诀，我们来对前面的内容做一个快速的回顾。第一，改变吃饭顺序，先吃菜和肉，后吃主食。第二，用南瓜汤和肉桂粉来辅助稳定血糖。但是即使你把这2招都学会了，你可能还是会发现，你的血糖依然有高低起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还缺少了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才是今天的压轴大戏，也是医生通常不会告诉你的第3个秘诀。这个秘诀不仅不需要你花钱买任何保健品，也不需要你做任何复杂的计算，只需要你学会一个很小的技巧，那就是学会走路。你可能会觉得失望了，走路这不是废话吗？谁不知道运动降血糖？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所以为的走路和你真正需要的走路根本不是一回事。大部分人的走路方式对于降血糖来说效果微乎其微。你是不是以为只要每天散个步，转个几圈就能把血糖降下来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你会失望的。因为普通散步对降低血糖的作用真的非常有限。研究表明，只有在心率达到每分钟110到120次的时候，肌肉细胞对于葡萄糖的摄取效率才会显著提高。而普通的慢慢散步，你的心率可能只有每分钟80到90次，根本达不到那个阈值。那么正确的走路方法到底是什么呢？201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项大型的临床分析，他们发现，真正对降血糖有效的走路方式叫做间歇性快走。简单来说，就是你先以最快的速度走路3分钟，然后用慢速走3分钟，再切换到快速走3分钟，如此循环重复。你猜，这样走30分钟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它相当于你连续进行了1个小时的中强度跑步。这个研究结果刊登在了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子刊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种间歇性的高强度运动能够更有效地消耗肌肉中的糖原储备，并且刺激你的线粒体生成更多的能量转换酶。线粒体就是细胞里的能量工厂，这个工厂的产能越高，你消耗血糖的能力就越强。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要提醒你，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如果你的膝盖已经有问题，或者你长期缺乏锻炼，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全力冲刺，你的身体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用稍快的速度走1分钟，再用正常速度走2分钟，循环5次，总共15分钟。坚持1周以后，如果没有任何不舒服，再慢慢增加时间，千万不要急于求成。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会忽略，
那就是走路的时间点。有研究指出，餐后30分钟到60分钟是进行降血糖运动的黄金时间，因为这个时候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正在被吸收，血糖正在爬升。你在这个时间点进行运动，就像是在河水水位最高的时候打开了一个泄洪闸，效果最好。那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台湾有一位陈伯伯，今年72岁，糖尿病有15年了，之前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一直在打胰岛素。后来他女儿听了这个方法，带他开始每天晚饭后40分钟去公园快走，而且走的还不是普通的快走，是那种间歇性的快走，走快3分钟，走慢3分钟，这样反复循环。结果3个月之后，你猜怎么样？他的医生竟然把他的胰岛素剂量减少了1/3。半年之后，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从原来的 8.5 降到了 6.9。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小于7意味着你的血糖控制已经是及格了，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大大降低了。他在一次复诊的时候特别激动地跟医生说：医生，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医生很严肃地说：绝对不行。药物是医生给你的保障，运动只是辅助手段。你不能因为现在血糖控制得好了，就擅自停药。这个观点请你一定要理解并且记住。现在，我们把前面说的这3个方法再串起来，完整的回忆一遍。第一个方法是调整吃饭顺序，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后吃主食。这个方法你不需要花1分钱，也不需要改变你的饮食内容，只需要改变顺序。第二个方法是用南瓜汤加肉桂粉作为日常辅助，但要注意控制分量，适可而止。第三个方法是进行定时定量的间歇性快走，但前提是要循序渐进，尤其是要考虑你的关节状况。这3个方法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降血糖的方案，每一个环节都在相互配合。比如说，你调整了吃饭顺序，让血糖峰值降低了一些，然后你再喝南瓜汤来增强胰岛素敏感性，让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更强，最后加上运动，直接消耗掉血液中多余的葡萄糖。这3个环节就像是一个接力赛，每一棒都能帮助你离健康目标更进一步。但是我想在这里严肃地告诉你，我不是医生，我不是来取代你的专业医师的。我在这里讲的所有的养生方法都只能作为医学治疗的辅助手段，绝对不能替代你正在服用的药物和胰岛素。如果你本身血糖控制不好，或者有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肾脏功能不全、眼底出血、糖尿病足等，你在尝试任何一个新方法之前，都一定要先咨询你的主治医师。这不是在走形式，这是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台湾有超过200万人正在被2型糖尿病所困扰。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的辛酸故事。有一位马叔叔，65岁退休之后就开始注意保养身体，结果没想到，在一次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被送到医院检查，发现视网膜已经严重病变，左眼的视力只剩下了 0.1。 医生告诉他，这是糖尿病合并黄斑部水肿的最终结果，一切都已经晚了。马叔叔非常后悔，他之前一直觉得就是血糖高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吃药也没事。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糖尿病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血糖高这个数字，而是那些无声无息、悄悄在你身体里累积的并发症。所以我今天分享这些方法，就是因为我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去医院看医生真的很难，挂号挂不上，排队排半天，好不容易见到医生了，3分钟就看完了，你还没来得及问出你最想问的问题，医生就已经开了药，让你去拿药了，这是现实。
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就是在这种局限中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如果你把今天这期内容完整地看完了，那么我想请你开始思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是不是习惯直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喝完水的时候，是不是就顺手把杯子放在茶几上，然后一整个晚上都不会再站起来？我这样问，不是为了责备你，而是想让你看看你自己生活中的这些小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决定了你10年之后的血糖数字。所以如果2025年你只有一个目标想要去实现，我希望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尝试这个最简单的改变，那就是吃完晚饭以后出去走一走，不需要多快，就是稍微走快一点，让自己感觉到心跳在加快，微微有点喘的那种感觉，走个15分钟就够了。我相信坚持1个月之后，你再去看你的空腹血糖，那个数字一定会让你露出满意的笑容。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不知道，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曾经做过一个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发现那些每天晚饭后坚持走路30分钟或者更长时间的老年人，他们患上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那些几乎不走路的老年人低了 43%。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只是走半个小时的路，你患上糖尿病的概率就可以降低接近1半。那如果你已经确诊了呢？那这个习惯对你来说就更重要了。它能帮助你减少药物的用量，它能帮助你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它能让你老年的生活质量得到非常显著的提升。这些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广告语，而是已经被全球无数项研究反复证明的客观事实。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非常严肃地提醒你，如果你本身的血糖非常高，空腹血糖超过了 13.9， 或者你的尿里有酮体，那就不能运动了。因为在血糖极高，而且伴有酮症的情况下，运动反而会让你的血糖变得更高，甚至引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那是会要命的。所以运动之前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状况，不要盲目跟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正在注射胰岛素，运动前、运动中或者运动后也可能会发生低血糖。所以如果你白天要打胰岛素，那下午或者傍晚去运动之前，最好先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低于 5.6， 那就先吃一点东西，比如半根香蕉或者2片苏打饼干，然后再去运动。这些细节决定了你是越走越健康，还是越走越危险。讲到现在，我相信你一定对我的名字有印象了。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话，能不能真的帮你改善你或者你家人的生活。我们中国人讲究衣食同源，其实很多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改变日常习惯来得到改善，但这些最基础的道理反而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我们总是去追求各种灵丹妙药，各种昂贵的保健品，却忘了最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最有效的。陈奶奶活了80年，吃了一辈子的粗茶淡饭，她靠着这些简简单单的生活习惯，把自己活得比年轻人还要硬朗。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我们来回顾这3个方法。第一个是改变吃饭的顺序，请注意，这是零成本的生活方式调整。第二个是善用家里的南瓜和肉桂粉，这是自然的辅助手段。第三个是间歇性快走，这是最被低估的神奇的降糖方法。这3板斧如果都能用起来，你的血糖控制水平真的可以提升1到2个档次。但是请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医生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整药物，也千万不要因为血糖暂时好一些就擅自停药，因为停药之后血糖反弹导致的并发症往往比持续高血糖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请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去尝试这些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或者你家人的健康有哪怕一丁点的帮助，请你千万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分享。
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被血糖困扰的朋友，让他们也学到这些实用的方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正在被高血糖所困扰，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每天活在担忧和恐惧当中。你的一个小小的分享，说不定就能帮到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家庭。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也有哪些降血糖的独家秘籍吗？你试过最有效的降血糖方法是什么呢？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一起交流，一起进步。期待看到你的留言，我们明天再见。